OK， 好，今天有几个新闻要讲，然后大致上就是补齐上个礼拜的一些新闻，然后把所有集结在一起。所以今天大概会有5样。那第一个就是14寸的 MacBook Pro， 那第二就是 Apple Glass 限量版，然后第三就是 iPhone 12，三星将供应全部的萤幕吗？然后第四就是 iPhone 12不送耳机，到底是为什么呢？最后一个就是在讲 HomePod 的第2代。OK， 那我们就先来讲14寸的 MacBook Pro。那其实这也是我在等的一台，现在所有的消息都指向会延到2021年，所以今年是不会看到了。那我知道很多人都跟我一样在等啊，可是目前所看到的消息也不能确定说这台14寸是不是就一定会有独立显卡在里面，所以真的有工作需求的人，我觉得就可以考虑就是外接显卡 eGPU， 那不然就是要么买16寸的，不然就是等今年底16寸更新之后再来考虑。14寸的话，我觉得要等的话，明年就也不太确定是什么时候，可能也是大概明年初或是3月的时候。那我有一支影片专门讲 eGPU， 我会放链接在上面或者下面，还有让你们去看看。OK， 好，我们再来讲就是 Apple Glass 的限量版。其实我一开始听到这个新闻是笑出来，基本上他就是说 Apple Glass 会出一个 Steve Jobs 的限量版。什么叫 Steve Jobs 的限量版呢？就是说它眼镜的形状会是像 Steve Jobs 平常在戴的那种眼镜。其实很多人就希望它出多一点款式。那 Steve Jobs 平常戴的眼镜就是那种圆框的那种比较古典那种眼镜的样子。如果真这样出的话，那这个东西到底会不会有 AR 的功能在里面？因为那样的镜框要怎么塞 LiDAR 在里面？然后他们说这个东西会是一个比较像是当初苹果手表第1代有一个纯金的版本，大家记不记得？就是1万美金，30-40万台币的那一只手表。好，那我们再讲回来 Apple Glass 这个限量版，我一开始就真的是觉得这就是个好笑的新闻，可是后来消息传出来的是 John Prosser， 他的准确率又蛮高的，所以也很难把这个当成就是一个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们还是要来讨论一下。觉得如果真的说的话，会不会就是一个其实并不包含 AR 功能在里面，其实就是一个纪念性的产品？可是我觉得也很难相信说苹果会用 Steve Jobs 的名字再过来炒一波要卖钱，因为他们其实也并不需要这样子。这样对他们 Steve Jobs 的家人而言，他们会不会喜欢这样子，或者是有没有经过他们同意去做这件事情？这目前我觉得就是一个消息，那虽然是 John Prosser 传出来的，可是我们就是持续关注，然后可能还是会抱持比较不太相信的一个态度去看这个消息。OK， 好，下一个我们就来讲 iPhone 12的萤幕供应商的部分。那先前传出来，其实在 John Prosser 讲之前，就有很多人讲说，京东方的萤幕会用在 iPhone 12上面，就是并不是12 Pro。OK， 那 John Prosser 后来爆出来说，确认说12跟12 Plus 都会使用京东方的萤幕。然后在那次爆出来过几天之后有一个观众也传一个新闻给我说，现在目前就是5.4寸的部分不会使用京东方，是会使用三星或是 LG 的萤幕，然后只有6.1寸那一款会使用京东方的。过2天之后，又有个新消息传出来，就说所有12系列全部都会用三星，就是三星要把整个萤幕供应的部分全部吃下来。为什么会传那么多不一样的消息出来呢？因为其实我觉得苹果他们对这个他们再来12的售价，他们大概有个定案，就像我们先前所爆出来的那样子。那这个供应商换来换去的原因，我觉得现在其实就是他们在比价的阶段，所以苹果很多时候我觉得他们对一些消息走漏我就很难去想是不是他们自己漏出来的，因为在这种阶段，其实每个厂商都在竞价嘛，对不对？苹果或许我觉得以他们心里，他们最完美的状况是全部都使用三星的萤幕。那我觉得会不会是说，有人故意放这个消息出来，然后让三星惊讶到说，苹果有可能就是会选择京东方的萤幕，就算它的评价那么差，那苹果还是为了价钱愿意去走到那一步。那三星可能想说 ，OK， 那我就另一方面赚你多一点，然后我在5.4寸跟6.1寸，我就给你比较便宜一点的价格。所以我们就是要继续再看下去。我觉得现在最后的供应商还没有定案，那这个消息每个礼拜都在变。那其实我也不相信是说他们传出来的消息是不准确的。我认为这其实就是一个商业策略，他们就是在比价。那放这个消息出来，可能就是故意去杀京东方的更多的价钱或者去杀三星更多的价钱，或是 LG 的部分，这个就是生意，就是这样子。那当然，所以这样也不能说他们不对了，他们能拿到越低的价钱，然后我们消费者拿到越好的产品，然后相对有反映在他们获利上面，这个其实对大家都好，除了供应商之外。OK， 那下一个就是要讲说苹果现在的消息传出来说 iPhone 12不会送耳机在里面，那这个是国分析师传出来，所以准确率我觉得也算高。可是我觉得先不管是谁传出来，我先前都在讲，就是说再来的 iPhone 要变成一个没有充电孔的 iPhone， 就是全无线的，它要强迫你使用无线充电。那当初这个消息一提出来之后，很多人的问题就是说，那这样里面要送你 AirPods 吗？是不是强迫你一定
定要买 AirPods。相信苹果也听到，就是消费者有这样的困扰，那他们就直接让你们更简单的就说，那我就是从前一代开始就不给你耳机，让你习惯就是说买电话本来就没有一定要送你耳机的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再继续抱怨，如果说怎么没有送18瓦的充电孔，那到时候连12 Pro 都没有18瓦的充电孔。其实苹果本来就是要走这个全无线的这个产品的概念，它相对就是要让越多消费者去习惯，就是说使用无线耳机的这个部分。那不一定你要买 AirPods， 那当然它可能在 AirPods 会给你一个很好的优惠，可能就是在你买手机的时候，你搭配 AirPods， 你会拿到一个很好的价钱。那你不一定要用 AirPods， 可以去买其他的厂牌，可是我们会给你一个很好的价钱让你去选择。那从12代开始这样做，那进而到下一代12S 或是13的部分，当他们真的把充电孔拿掉的时候，我觉得一些先前对有线耳机有依赖性的消费者的反应也不会那么大。那你习惯无线的耳机之后，那到下一代完全没有充电孔的时候，你自然也就习惯这个现象。所以这个部分我就比较想知道你们的看法。好，那下一个我们就讲 HomePod 第2代和小 HomePod 即将上市的部分。其实现在在美国非常多地方，我们可以看到 HomePod 的价格都是在$199啊，或是$200出头。那现在看到那么低的价格，其实你也不一定买得到，因为很多地方苹果没有在补货给这些供应商。其实苹果先前不管在任何产品啊、电脑啊，或是 iPad 什么上面，你看到这个现象，就代表他们下一代的产品要出来了。我预设应该是在开发者大会的时候，应该会在那个时候发表，跟 Apple TV 啊，或是一些其他周边的产品 AirTag 等，然后还有那个耳罩式的 AirPod。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蛮适合发表这类产品的时间点，因为新的 iOS 上市，新的 macOS， 那可能会相对搭配 HomePod 的一些新功能，所以我们就大致等到6月就会知道比较明朗什么样的产品会出来。最后就是讨论的部分，我今天的问题我觉得其实就比较简单了。第一个就是限量版的 Apple Glass， 贾博士限量版。这个对我而言是完全没有吸引力了，尤其如果它的定位是在像先前苹果手表黄金版那样那么高价位的话，我觉得不会有这个想法去买产品。可是我听到很多人有不一样的讲法，有些人就是说他一定要买到爆。我不知道你们看法，你们会喜欢这类的东西吗？贾博士限量版的苹果眼镜，这个真的会买吗？你们会买吗？然后第二就是苹果 iPhone 12不送耳机。如果以我很主观的想法，我其实就没有在用这个东西，这个我还是在家里不知道哪里翻出来，我根本没有在用。可是但这个不能以我自己的讲法为出发点，我不知道你们或是你们身边长辈或是有谁就是对这个东西还是有依赖性在。其实我一直都很不喜欢线，我一直不管充电线、耳机线，我一直都很不喜欢有这种线缠来缠去。现在其实我身边用的东西可以无线化，我尽量全部都是无线化。所以你们真的对这个东西会有那么大的反应？如果苹果今天 iPhone 12就说，我们不会送你这个有线耳机，真的会有人很生气，会觉得说这个是一个很大不了的事情吗？可能我有什么没有注意到的点，是有一些人有比较不一样的用途，他们真的有这个需要。好，那今天大致上就这样子，我们就是讨论一些这个问题，然后听听看你们的想法。那你们有任何问题的话，也可以在下面留言问我，我都会回答。OK，那我们下个快报见喽，拜。